嗨，谢谢吧，来就来了，还买东西啊，花这个钱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别买花，是吗？不好拿，哎，什么叫不好拿呀？不好拿，不好放，还花这么些钱，啊，嗯，你就不如直接转给我，知道吗？钱呐，那个前2天唱戏去了，天津，啊，唱完戏回来说相声，特别开心，哎，赶上今天还过节，什么节？什么？呵，对，万圣节是吧？可不是吗？哦，外国人过这个哈，对，外国的7月15，这就是，嗨，鬼节是吗？ 11月的1号是万圣节，啊，今天晚上就是他们的年30，等于是哦，前夜万圣节的前夜，是啊，我记得那个，就小孩们外国人都出来，小孩们要糖来是吧？啊，对，给糖吃，拿个盘子出来，嗯大爷大奶奶给点不？啊，哪国都有要饭的呀？这是是不是？这个不给糖，不给什么？怎么说？啊，不给糖就捣乱呢。啊，嗨，对对是啊，不给钱就不干，是谁呀？给钱不给钱？要钱要糖要糖要糖不给糖就捣乱。不给糖就滚蛋，啊对，什么谁滚蛋？不给糖就捣蒜啊，改兔爷了，您这闹不清楚。啊，在国外，我记得赶上一回这个万圣节，是吗？好几年前咱们在拉斯维加啊，斯，美国，对对对，拉斯维加斯赶上过一回，满街的外国人捯饬的都跟鬼似的哈，是，抹的色弄得那样，好家伙吓我一跳，我也不爱出去。害怕，谦儿说我得看看去，这新鲜，洗把脸出去了，嗯没把外国人吓死。啊，我洗把脸出去，倒把外国人吓死，我长得跟鬼似的，是吗？这个岁数大了啊，啊，这个对过节不是特别感兴趣，哎，更愿意待着。其实中国人过节就没这么复杂，就是那热闹呗，回家待着，聚个餐，吃个饭哎，聚会， ，3、5知己，全家老小坐在一块儿。团圆嘛，就中国人更看重这吃饭，哦，吃哎，找个茬儿就吃饭。是，来吧，今儿我舅姥爷生日，咱们一块儿吧。舅姥爷也吃，哎，吃，这哦必须得吃。嗯民以食为天，吃最主要，小孩一落生没人教啊，嗯一落生，抱到妈妈怀里边儿，嗯，咕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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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拉了，你说话有点恶心。不是您这象声词用的不对小孩吃奶嘛，啊，哎，这大孩子了，这没人教。是，你说谁教过他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一落生就会吃，对，民以食为天。这是天性，外国人吃饭拿叉子，拿刀，是，中国人拿筷子。哎，他爸爸爱吃西餐，哦，大叉子，1.5米，我1.5米的叉子，纯银打造大叉子。嚯，他爸爸扛着叉子吃西餐去，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是取经去了，这是1.5米叉子扛着吃，这不猪八戒了吗？这个，反正叉子呗是吧？嗯，哎刀叉，哎，哎，是中国人拿筷子，筷子筷子2根筷子啊， ，2根儿，再2根儿吧。可不是2根吗？中国讲究八卦，明八卦暗八卦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明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对，暗八卦修生伤度景死经开。这对，啊，这个2根筷子这2，这为兑卦，哦，这也有讲究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兑，哎，哦，然后这2根筷子这长啊为木，为木它是入口的意思，是，就是占巽卦，哦，巽卦，2根筷子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边，就这么拿着，这为一阴一阳哦，这也分阴阳， ，2根这为太极，嚯，哎，拇指在上，无名指、小指在下，中指在这儿，这为天地人3才之象。嚯，吃饭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就这么讲究，你们想细致的了解，待会儿演出结束，带我吃饭去。哎嗨，您这点能耐都骗饭吃了，那你也得骗得来才行。哎，对，啊，吃饭，我喜欢吃饭啊。谁都得吃饭，当然我不算专业吃饭啊，还有专业吃饭，专业吃饭像后台们侯震老师哦，侯爷这吃饭算专业，这个主持人，我师弟，哦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是侯先生那专业吃饭，会吃，今儿台上本来是4个话筒，哦，您的意思是让他吃了一个吗？正剔牙呢，说电线塞牙呢。哎呵，
那没法不塞牙。哎，中国人嘛，吃吃喝喝的挺好哎，啊。也喝酒，嗯，耍钱，这两者一定要选择喝酒。哦，不选择耍钱，那当然，耍钱耍薄了，喝酒喝厚了，越喝越厚嘛。那当然了，越喝交情越好。对，中国人每大节日不一样，它都一定跟吃食有关系。那是啊。三大节：五月节、八月节、春节。嗯，五月节，嗯，粽子；对，八月节，月饼。嗯，啊，再加春节，更甭说什么都有这什么都得吃了。啊。你们家粽子自个儿包吗？也包，也包是吧？也包。哎，北方人包粽子，枣儿、啊，对啊，豆沙；是，人南方人吃咸的，嗯，猪肉啊、排骨，都包进去。哎，鸭蛋黄是，啊，口味不一样吗？爱吃什么啊包什么。还有的那个鱼香肉丝馅儿的，这四川的粽子啊，毛血旺馅儿的啊，嚯，不好包，撒，那是啊，没地儿搁米了都。那是容易拉了一身。不嗨，拿盘子吃多好，还是这菜嘛。啊那反正爱吃呗，是吧？啊，我在家也包，你也包粽子？啊，今年五月节，哎呀，愁死我了，怎么？包什么馅儿的呢？想想呗。想不起来，不知吃什么呢？那哎，正好谦儿微信跟我视频，哦，看乐了。嗯好，嗯，我来个猪头肉馅儿的。哎，他没听说过，看我想起猪头来了是怎么？这是正经的吃饭的专家，反正不能说是美食家，好吃，老北京，喜欢这个，老北京，豆汁儿喝吗？喝呀。你看看，要怎么叫老北京呢？嘿，怎么样啊？你喝豆汁儿啊？喝，喝行，啊可以，算你狠啊！哎，什么就算我喝豆汁儿就狠哼，我问过好些人，啊？过去北京啊，咱实话实说，嗯，北京都得有一大部分人不喝豆汁儿，那口味是比较难接受酸不唧儿的哈，啊，还有点臭，还有点臭，嗯哎呦，爱喝的都不行了，这上瘾。哎呀，了不得了啊！你能喝啊？能喝，我喝你要能喝还喜欢这，那味儿没问题啊。行啊，哦，那行，那行啊，怎么了？那我们家有几桶泔水的。哎，那不行，啊，泔水跟豆汁儿两码事儿，你知道啊吗？啊，我是天津人，您天津人哦对豆汁儿差着，不能喝这个，能喝，但谈不到说他爱成那样儿。哦，上瘾谈不他了。好家伙，这边喝豆汁儿，那边枪毙他爸爸都不心疼。哎，不，那是你不心疼，我不光不心疼，我还乐呢。哎，这嗨，凭什么不心疼啊我？他爱喝。啊，天津人是爱吃煎饼果子，哎，这是天津的特色，天津的煎饼好，是，绿豆面、黄豆面、白米面，嗯，这几样面按比例掺好了，哦，得拿煮的羊骨头的那个汤，哦，拿那个和面。你瞧这讲究，哎，有生葱，有熟葱。还两种味道，哎，熟葱呢是打完了鸡蛋之后撒上的，这葱是熟的。哦，有吃生葱的，是最后出锅撒的这把咂把葱末，生葱。这儿摊煎饼，旁边一定是炸油条的摊儿。它配套的，哎，现炸天津油条这么大个儿，1尺，哎呦，枣红色的。鲜，说给你这个不够1尺，打旁边油条掐一块，也给你补够1尺。就这么规矩吗？啊，又酥又脆，拿那个卷着吃。煎饼，我到了北京，其实很少吃油条，北京也有，煎饼也不好，煎饼摊这么大个儿，白面哎呦呵，那么大个儿，哦，哎，给的多当间搁一薄脆，这么大个儿。啊，这么大个儿薄脆，啊，你看他来回弄，这摊煎饼这一定是过日子好手啊！怎么？跟叠被窝似的，嗨，弄好叠完这么大个儿，吃去吧。嗯，白面的咬一口沾上牙糖子，那是，咽不下去，拿棍子往下捅好家伙，太痛苦了这，啊！那油条这么大个儿，跟铅笔似的啊，嗯，姜黄色儿的，哎呀，咬这头这儿，你别撒手，一撒手啪，哎呦就这样吃皮条呢这是你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啊，这太不懂这个了，没有办法啊。嗯，其实我们也研究过，因为说相声哪儿都去，走南闯北的，研究吃，各地的小吃，各地的小玩意儿，哦，有主食，有小吃，是，有的就是，你比如说赶个庙会，哦，你还赶上那个跟吃有关的小游戏。什么游戏跟吃有关呢？你记得那个有一种糖画吗？啊，知道知道，拿庙糖，会啊，嗯，青石板上面抹上油，对，啊拿一勺弄糖在上面画那是技术，啊，这是个技术啊。嗯，一般来说，旁边有一个交完钱，咵一转，嘟儿停在哪儿哎，不一样啊，得给你画哪个？停那个多那儿，糖就多这儿。是是是， 20年前我们俩在北京庙会，啊，什么龙潭湖啊、场店儿哪儿都去，那会儿哎这是也没人认识，说呗，地坛说一天啊，给100块钱，俩人挺开心啊。是，但是有那个画糖画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嗯嗯嗯，我们俩去打赌吗？
啊，看谁今儿赚的好好，1块钱，啊，咵，我给1块钱，嗯，一拨了这个，嘟转啊，停哪儿了？停那儿了。嗯，什么呀？凤凰，哎呦嚯，这可大事了！凤凰骑自行车玩18般兵刃，哎，哎呀，这跟你是亲戚吗？这当画的画画的哭了啊！啊？你提这糖桶给你吧，哎，对了，别画了，自个儿喝去吧。啊，我画一画，哎，画一个，哎，多好啊！ 1块钱拿这好家伙那么大个儿，是啊，还骑自行车呢，你想举着啊，跟开屏似的哎，还得开着屏。啊。谦儿乐了，我也来一个，我来吧。交1块钱，啊，画糖人儿的，不，嗯，你得100，为什么？他都拿走了。哎，好嘛，拿我这补你这个呢。谦儿一瞧，还有一龙凤呈祥，我盯着那个呢。龙凤呈祥带听相声，带400观众的，呵，观众都骑自行车来的吧？都有。太好了。谦儿给100块钱，嗯，突腾，停在这儿了。句号。哎，这呵，哎呀，我就弄一糖饼，合着。小句号，哎，这实不怎么样，多开心啊！还真补回来了。那是我们俩合适啊，啊，够人这桶糖钱。嗯，中国也有小吃，外国有小吃。是，到国外其实我们也爱吃，都得好吃的人都找。披萨爱吃吗？我就能吃，反正。披萨啊，嗯小孩们好吃披萨啊。嗯，底下是这一圈棒子面儿，上面韭菜鸡蛋啊，您说那是糊饼那？什么披萨？不是吗？不是，哪有棒子面儿还韭菜鸡蛋呢？我记得邻居那王老太太弄这啊，您那就是糊饼。嗯，糊饼吗？糊饼。嗯，啊，你吃这个糊披萨？哎，这嗨，啊，你听河北传过来的那口音，差不多啊，披萨啊，披萨，披萨啊，披萨也是哈，嗯，一个饼上面搁着馅儿，搁的就这意思。肠哈，嗯挺好啊。寿司吃吗？也那是日本的，也是日本寿司，但我得跟您说一声啊，怎么寿司不是日本的，寿司可是中国人发明的。寿司是中国人发明。别看你们都吃过啊，未必知道。您说说。东汉啊，三国的时候，天下大乱，老百姓为了逃难来不及做饭，就发明这么一个东西，随时拿着吃。哦，包括那手卷儿，那赌徒发明的。为了一边攥着吃一边玩牌不耽误。你们记住，寿司中国人发明的，不是日本的。嘿，听相声长能耐啊，就长这能耐呀？啊，当然了，哎，这个寿司爱吃吧？爱吃，哎，寿司挺好。其实谦儿哥前些日上日本的时候，谦儿哥乐的都不行了。就出国嘛，不高兴。尤其日本好多演艺圈的女演员来看谦儿哥了。乐什么呀你们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我是一个都不认识，他都叫得上名字来啊！我们这经常见面，真的。啊，隔着屏幕。谁说的？没有啊，看真人啊，哎是那行，经得多见得广，都是主流的啊。哦，这行那么发达呢啊！行了，咱们还说不说相声了啊？来吧，您说吧。刚才说哪儿？你看忘了不是？啊，现在马上就万圣节了，对，从哪儿回着说去？您倒回去太多了，哪儿说都一样啊。那不成，反正这点事儿呗啊。糊饼说了啊，糊饼说完了，糊饼说完了啊。寿司手卷也说了啊。哎，就差。哎呦我操！什么情况？真这是吓我一跳，谁吓谁一跳啊？你最好照着词儿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您这玩意儿也得有词儿啊！您我正以为没词儿，我以为你有词儿呢啊！你怎么对得起人票钱？是不是啊？您得说吃的。万一有一个喊退票，咱活不活？你看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谁捧你呢？不退票就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服务宗旨是这个。这个吃嘛，说这吃寿司嘛啊。当然要老吃寿司你也受不了。谁能老吃寿司？是不是？但我们俩人其实还更爱吃个面条啦，吃个这个那个的，还得这接地气儿的。你再跟我说，哎呦牛排好，天天吃我受不了。牛排我甭管上美国上澳洲演出去，反正头一天还行，来吧吃吧，这么好那么好，吃1天2天不行就腻了。人的饮食从你一落生就决定了，你爱什么就是这个，可不吗？改不了。牛排吃吗？不，这不能多吃，吃是可以。好家伙，谦儿哥可以，我差着，他倒杯红酒吃牛排。啊，那是配的呢。上美国演出，美国那哥们儿，哟，谦儿来了啊！杀猪吃牛排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杀猪吃牛排，那猪活着那名儿叫牛排。哎这，哎呀，我也是吃乱了。杀猪宰羊，给您吃牛排。哎，就没有牛这里啊，
谦儿哥来几成熟的？啊，谦儿哥这儿1成熟1成熟。 ，1成熟啊好家伙切一块，端着到火那儿燎一下回来了，哎，好，这点火都燎手上了。就是啊。谦儿哥这儿赶紧把这饭单记上啊！哎，还记饭单。哎，还来抬过我的叉子来。这是我从我爸爸那儿继承的，是吗？你回来吧。行了，行了，我给你叫唤。不用啊，还有马童呢，这哦还抬着。当行了，吃牛排嘛，有点音乐嘛。没有这么长的叉子。哪个里边弄没有啊？我坐在猪圈里吃牛排呢。啊，吃牛排啊，就是。哎，牛排上来，谦儿哥这儿，哎，记好了饭单。我是要做牛排去，这。端起红酒来，哎，有这么喝红酒的？哎呀呵，当啤酒这么喝的，这是。这才拿刀叉。哦，哎，锯呀，这是。怎么切呀？切刀叉就这么切吗？ 1成熟的牛排太鲜了，是啊，使劲儿。这刀切大动脉上了。好家伙！哎呦，这牛排还在猪屁股上呢吧？啊，哎呀，太鲜了。可不是，没扎在心脏上就是好事儿。哎，红红火火，图个吉利。这图什么吉利呀？这个一脸的血啊！哎那是，我就改关公了。那是啊，有身份，什么身份？身份吃那吃不了。啊我宁可吃烤鸭，我也不吃那玩意儿。烤鸭还是顺口一点。烤鸭会吃吗？烤鸭怎么叫会吃啊？您得讲你讲。瞧瞧，啊，你说吃烤鸭怎么吃吧？烤鸭拿嘴吃还怎么吃？对了，啊，对了呀。哦，合着我说对了，没有那么些讲究。没啊，啊。一只烤鸭一般4斤来沉。哦。哎，老规矩啊。嗯。咱们坐在那儿吃烤鸭。嗯。比如说你我是嫂子，咱们仨人坐一块儿。干嘛非有你？啊我们俩是好没你啊？为什么？嗨，有你没你？废话，可不是得有我不是吗？，就咱说好，咱仨人吃烤鸭。啊，这是可以刚坐这儿，那桌牛排来了，你就走了。喂嗨，不是，咱是中国是美国呀？我这就你回美国了，你走了啊，就吃吧。咱说吃烤鸭，烤鸭拿上来，哎，咱们得做个记号，怎么叫？记住了，按规矩说啊，这是地为铁签子啊，或者地为小刀，嗯甭管是什么，哦，在鸭子这身上找一地儿，咵咵划两下，划2下，咵咵咵。这是待会儿烤完端上来还让您看，这个是不是您刚才点的那只？哦，这叫做记号。有记号你才能骗。哦，说没有记号，我咵咵咵咵咵画完了，端上来一瞧，这没有，完了，画完了怎么还没有？那他换鸭子了，给你换一鹌鹑。那甭画了，看大小就能瞧出来。你看看对吧？哎，什么叫对？所以说做记号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哎，得跟刚才一模一样，这就跟饭馆里边吃鱼似的。吃鱼，先生，您看看这，您要这鱼吗？这是您的啊，给您称完3斤4两。必须同志你把这鱼摔死。哦，让它死了。这过去啊，老饭馆的规矩，把鱼摔死了。有良心的买卖都得这样。哦啊，现在就那饭馆，咱实话实说啊。先生，这是您的吗？啊，是好，挺好，去弄去吧。蒸上来吃吧。等我吃完结账走啊，门口水族缸我又看见这鱼了。哎，好，还跟我打招呼呢。哎呵，哎，谢谢您不杀之恩。那是没死。烤鸭端上来，烤完了，同志你骗。先把脑袋切下来，鸭屁股切下来，这2样小碟子摆好了。哦，这一桌谁坐在主位？什么叫主位啊？这桌子摆好了，您看哪个座冲着门？哦，那是这一桌主位。你瞧还这么讲究？有身份的啊，比如说岁数大的，长辈哦，抻大叉子的都可以。就别提这大叉子啊，提大叉子干嘛呀？他这坐在这儿啊，面冲着门，这叫主位。哦，哎，这碟儿给他端过来，这尊贵的，这里边有那鸭子脑袋、鸭子屁股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有头有尾。哦，这算一整只，摆在您跟前儿。那儿开始片鸭子，片108片儿。哦，这片数还有数，这叫丁香叶儿。哦，片完了给您搁在这儿。哦，这卷鸭子这饼啊，拿在手里一攥，再一松手，攥之前什么样，松手之后还得什么样。这弹性好，咵一攥，皱在一块儿了，这不能吃了，面必须得回去。哦，这是讲究，拿起来，什么酱啊、黄瓜条啊，哎，跟这鸭子卷在一块儿，记住了啊，
包好一下，这叫一卷儿。是哎，吃鸭子是一句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内行。怎么说呀？您吃了多少？嗯吃了4卷儿。哦，好家伙，您吃了多少？嗯，3只。哎嗨，没出息这个。啊，这叫吃货，这是吃几卷儿，这是规矩。哦还有一种是马蹄烧饼，哦，用烧饼吃马蹄烧不拿薄饼卷，马蹄烧饼哦，和开了里边儿那个鸭子不能蘸甜面酱，那得蘸好酱油和蒜泥，呵，得拿那个卷，这是一套。嗯，这蘸甜面酱让人笑话，您外行了这不对了，啊！还有就是拿生菜卷，你瞧瞧，生菜那得卸黄芥末，哎呦，吃鸭子的规矩。哦，哎，上学问了，长能耐了吧？可不是吗？你看看，都不知道，你我嫂子咱仨人坐在就这儿，老有仨人没啊，川菜、鲁菜、粤菜，嗯各种菜系，嗯，每一道菜、每一种菜，嗯，都有它的讲究。这饮食文化有人说了，就怕点菜，怎么？带哥们儿吃饭不知吃什么，哎，最没辙了，吃火锅。火锅也有讲究，火锅省事儿啊。那倒是当然他说不能吃辣的，那你就吃铜锅涮肉。啊，涮羊肉、能吃辣的吃四川火锅。麻辣烫，有人说了，哎呀，那在重庆吃的跟在这儿吃的不一样。嗯，列位，调料的事儿。哦正经好川菜厨子，连味精都得自己带，哦，都得用自个儿的，他那个盐也得用那个井盐，哎，他讲究了，调料不一样嘛。是你看我在家要吃个火锅，那谁吃谁的，哎呦，这味儿真正。啊，您用的调料对，我原来认识一个四川小姐，哦那个厨子什么，厨子，您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啊！我跟一四川厨子上厕所，我们俩小姐姐。啊，在厕所里吃的涮羊肉，火锅嘛，真是四川的厨子。行，汗都下来了。你有意思吗你啊？行，哎呀，调料很重要。哦，吃饭吃的是什么呀？吃的是气氛。那是，我现在就很气愤，真的。哎，对，没有小姐啊，哎，你是这样说不合适，不是怎么意思？所以这个气氛吃的是气氛是西什么餐呐啊，就别扛叉子了。这个四川怎么叫吃的气氛吃饭就吃的是气氛，啊？好与坏是一回事儿。为什么爱吃饭？就跟我经纪人似的。怎么我经纪人为什么爱吃饭爱喝酒？是那是他的舞台。吃饭？饭桌是他的舞台，哎呀，一喝酒碰见好朋友了，开心，发自肺腑的痛快，高兴爱请客。啊，就叫人吃饭通过这事儿，你能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热心肠的人。啊，对对，有的人不爱请客，不爱跟人吃饭啊，那就比较孤僻不了。习惯那种气氛。我们后台有说相声叫高峰，啊，高老师，我师弟，对，我们这都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。嗯，高峰，我几乎没看见过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去。不参加这种局，心窄，小心眼儿。心窄。哦，他要是上百货公司买个东西，早晨5点上那儿等着去，嚯，等到10点半开门进去，开始溜，溜了一天，到晚上10点半保安给他推出来，就这一天买一个扣子，这心眼儿太小了。回来琢磨一宿，转天还得退去。呵，太细致我亲眼得见啊，高峰啊！早上起来出演出吃油条，吃油条吃着吃着眼泪下来了，干嘛哭啊？这得什么时候吃饱了？哎，好嘛，心窄，嗯，那天坐在后台自个儿护着这胃口，我说你怎么了？怎么意思？吃生蚝不舒服，嚯，这么小心眼儿还能吃生蚝？吃了几个？吃一个。不至于呀！我说不新鲜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就怕这个，这不新鲜，可容易闹肚子。这东西好家伙，差一点都不行啊！是是是，是不是不新鲜？嗯，看不出来呀。我说那有什么看不出来的？啊，你撬开壳一闻就知道。对呀，啊，还得撬开壳呢。啊，带壳吃的呀，那是得不舒服，疼，多新鲜，吃半个就死了那东西不舒服啊，还难受。得说胃好，那是啊，难受。后来怎么办呢？借个大叉子给它撬出来。嘿嗨，老有这大叉子。高峰心眼窄，嗯，高峰出去吃早点都带个银针，哟，干嘛呀？怕死。
试试有毒没毒。喝个豆腐脑也拿着银针，哎呀，喝拢喝拢。没变色儿。嗯，喝，嘿，哎，来包子，吃包子，银针，哦，扎一下。拔出来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掌柜的，黑了，有毒。有毒啊！是。掌柜的过来，你有病啊？怎么？豆沙包。哎嗨，哎呀，太小心了这个。你看这活法不一样不是吧？啊平时在家里，他最爱吃面，一面条。省事儿啊。嗯，买点面条，夸一煮，是。也不用打卤子，也不用炸酱，怎么？那吃什么呀？面捞出来，搁在碗里边端着，上麦当劳挤酱去。哎呀嗨，太细致了，这活的。会过，吃面条数根儿，我今儿几根儿啊？哎，又多吃了一根儿，这不行，不吝饱。哎，那不成。有时候实在不行了，出去蹭饭去。怎么蹭啊？高峰他们家墙上有面墙，白墙啊，写着所有他认识人的名字。朋友，到吃饭的时候，他有一飞镖啊，拿布把脸上蒙好了。哎呦，拿这个，嗨，腾，呵，撕下来看，扎谁名字是谁。好家伙，人他讲话这是天意。哦，老天爷让他去那家蹭饭。腾啊，这个傻了，怎么？扎的名字侯震。哦，扎侯爷身上了。怎么了？侯震，怎么？相声世家啊？去吗？去呗，天意吗？天意是小商品啊，嗨，到这儿怎么改小商品了？这别人都行啊，是颠仨炒俩的，哪怕吃碗面条。侯震相声世家最难惹的相声世家，怎么难惹了？他们这玩意儿上回跟他握手，戒指丢了。哎，嚯，俩小心眼碰一块儿了，这是。尤其这世家，这都不好惹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去吧，别坏了规矩啊！这还是规矩。到侯家了，侯震赶上嗨宴，有福气吗？怎么？侯震过生日，那得大摆桌请客呀。家没人，媳妇上班，孩子上学，就剩侯震一个人。那怎么过这生日？享受啊！怎么享受？侯爷自己烫饭。哎，这嗨，过生日吃烫饭。烫饭是北京土话，是外地人不懂。剩的米饭，剩的菜，甭管剩的什么最后夸夸夸夸搁在锅里，加点热水一熬一烩，这叫剩饭，打死剩饭。对，就叫烫饭。北京叫烫饭。侯爷弄一大碗，搁在这儿，是举着筷子，正准备享受呢。那是过生日吗？别提这过生日了。小铝盆儿，一盆烫饭，盆里边还插根蜡。嗨，连蛋糕都省了这回。对，家里没人，我这么挥霍合适吗？哎，对，把蜡拔了就好了。正等着呢。高峰进来了啊！蹭饭的来了，说你生日快乐！别唱，多凹头啊！这个，把蜡一拔高峰端起盆来，全吃了。侯爷那眼泪啊，得了，哇！好家伙，哭出花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家6辈儿没吃过这亏呀！你想，相声世家净吃别人了。哎呀，太惨了。高峰吃，吃连爬着整个小盆舔的不是干净，呵，一点汤都没剩。挺好。好，侯爷擦擦眼泪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把盆给我刷了。晚上还得用它解手呢。哎啊，好家伙，这自个儿也这么害自个儿啊？要说天底下最会吃的啊，哎，对，我准知道得说到我这儿来。好多人谴责我啊，为什么在台上老说谦儿哥？哎，你解释解释吧。列位，郭德纲在这个台上只占20%，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家人。哎，好，还得把我们家人都饶上。我从小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10几岁又唱了4年的戏。呵，我小的时候学相声，我是捧哏出身，就站桌子里头。我在这里边站了10年，不短，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人，都跟的。谁站在这就是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郭德纲他媳妇儿怎么着。嘿，为什么呢？列位，应的这活挣的这个钱。哦，你别说，哎呀，他老拿着于谦说，
这东西怎么说呢？有观众给我总结过，我这些年对口相声也说了好几百段了。单口相声更多。单口相声按30分钟一段来算，我说了2000多段了。啊，当然了，这几千段相声里边，也有这么几段是沾着什么伦理啊或者屎尿屁的。咱往多处说，连20都没有。几千段里边有20段。那几千段诗词歌赋、才子佳人，你不往心里去，你就咬着这屎不撒嘴。你说怨你是怨我？我们也尝试过在节目当中换上都是特别高雅的。一到这会儿，他们都出去抽烟撒尿去了。你瞧，难呐，做艺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再一个了，谦儿哥这您得这么想，就跟看京剧似的。是这老艺术家95了，唱小生的95了，值得尊重了。上台演那活也是孙子，小生嘛，也没人站出来。95了，你们怎么不尊重老年人呢？哟，怎么管他叫孙子？废话，他挣着孙子钱。那小孩6岁上台唱戏，带个胡子，6岁他演的是个祖宗，这老生嘛，节目安排呀，对不对？再一个，这都是假的呀，可不嘛。你看电视剧啊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话剧啊，嘟嘟嘟一枪躺那儿死了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演电影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怎么到我这都是真的呢？哎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对不对呀？而且话说回来，我老在台上，比如说谦儿哥什么嫂子如何如何啊，你们真以为我那么开心吗？你就是那么开心让我都瞧出来了，假的，可不是假的嘛。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这对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他父亲挺会吃。对，还是得说我，不是说你，这是真的。见着老爷子面对面啊，我可规矩了。他父亲跟我父亲是一样的，那是肩膀齐为弟兄，亲哥俩一样。对，哎，见他爸爸，咱们规规矩矩的。老头说什么是什么，长辈嘛，上台说上台的，对，那是两回事儿。老爷子，你们去有认识上家问问，都尊重。这一片都是。老爷子姓于，叫李秀珍。对，没听说过。姓于叫李秀珍呢，还一女名呢，叫什么李秀瑜啊？哎，这得姓于呀。姓于，哎呀，老头儿，西装，领带，讲究，水獭的帽子，呵，大金表，哎，戴着戒指，祖父绿的，对，祖父绿的，祖母死了是怎么着？祖父绿，祖母绿，那这祖母绿啊，怎么祖父了又？祖父绿不绿？不绿啊！我这根本没有祖父的事儿，你别让他瞎掺和。我哪懂这个去？我以为家里出了事儿显摆显摆。不用，祖母录，对，祖母录的，哎，祖母录，哥伦比亚的最好。就是啊，老头戴着这么大个一个，哎呦，戴那帽子上镶了一个祖母录的帽正，全是，可硬着小脸蛋儿，翠绿的。这图什么许的呢？这个每次走到那个文物商店门口，都有人把老头揽进来，以为翡翠精呢。嚯，好家伙，那玩意儿成精得了吗？那哎，老头有身份，是，那不一样啊。是啊，大户人家，老头在家里边一天到晚的，当然老头爱吃的东西是跟别人不一样，吃啊，比如爱吃就是老北京这点玩意儿呗。什么东西啊？卤煮小肠。猪肠子，卤煮小肠，卤煮，反正就猪肠子吧，都是下水。大肠小肠，他爸爸最爱这活猪现宰吃那新鲜劲儿。哎，下午4点，老头睡醒了，又打屋里边这出来了家里好些人都等着，醒了吗？4点了，差不多了，就等这午觉，听屋里边，这是醒了，厨子管家都站好了，真规矩。一挑这帘儿，老头出来了。哎，回去，干嘛这？这怎么着又该启程了是怎么着？这是？不是，挠痒痒。我挠什么痒痒啊？哎，出来，那院里活猪都捆好了，就等他呢。摁着这厨子这，咬着刀。老头出来，给宰。杀猪，一刀下去，手进肚子找这肠子头。找出来，这是他爸爸，这个吃的也太新鲜了吧！这个，
张嘴等着吃这个呀？嘿，啊，嗯，叼住了。哦，大伙儿全院人都看着啊，老头儿气功啊，怎么着？嘬呀！行了，太恶心了，您这个。叼着肠子头嘬，那不是吃肠子呢，就吃肠子里这点屎呢，知道吗？说的这么肮脏，废话，有嘬的吗？这玩意儿，坐而食之。那就没有哎，好，老头儿擦擦嘴，啊。好，大嫂，哎呀，好恶心呐！哎，对，恶心的您都吃了，这算吃饱了。那是还省消化了。哎，这自己也恶心，合着我不能回味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说好不好？老头儿打6岁吃到95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天天身体倍儿棒，每日一株啊，每日一株，每日一株。每日来一根这个。好，那爱吃。他的饭量看猪吃多少了。我一会儿把你这句话剪下来，我报告去。谁当晚奖励我200块钱。没听说过？嘿，这正餐，这就正餐。这叫正餐，这个睡觉前说实在，大碗的粮食不能吃。主食没有。上岁数，中午饭他爸爸还吃点粮食。哦，一到了下午4点多，就好歹吃点这个就够了。这叫好歹吃点啊。哎嘿嘿，哦，不知道好歹，反正来点这个。哎，对， 6点多开始了。哎呀，吃点小甜品吧。哦，甜品吃点红薯啊，这行，粗粮好，哎，润肠啊。专门找了一个爆米花的师傅来。爆米花的时候爆米花呢，见过吧？啊最后一踩，砰！啊，爆什么都有，雇这么一师傅，干嘛用？爆红薯，这玩意儿能爆吗？这个大个红薯啊，好几个填那糖里边。老头儿给看着表，哦，得熟透了，得必须熟透那种啊。那是啊，您放心，还1分钟，对，踩吗？等会儿我上头来去。上头来去老头儿上这炉子前边儿，啊，这准备好了，来了啊！是，叮，哎，列位，那红薯爆的稀烂稀烂的。是啊，哎呀，老头儿一伸呐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什么呀？好看吗？啊，别吃了，太恶心了。擦把脸，坐在那儿，把那个榴莲给我拿来。就没吃点好玩意儿吗？谁让你们搁冰箱里边的？那怎么办啊？上岁数胃口软，是那怎么办？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，微波炉打榴莲，他们说栗子味儿的，好吃。来打来，一闻，哎，这怎么栗子味儿的？屎味儿的。哎呵，哎呀，行，少吃，来俩得了，来俩得了，这就不少了。吃完了啊，把鸡蛋盆给我端过来。这总算吃点正经东西。老头最爱吃这个南方的吃食，鸡蛋叫南方吃食。童子尿煮鸡蛋。行，这回连屎带尿都有了。这句话剪下来，我报告当晚给我200块钱。怎么老报告啊？那是我们这行就会这个。这童子尿煮鸡蛋怎么意思？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，有啊，挨着横店。每年那个地方童子尿煮鸡蛋，怎么做呀？怎么做？小孩们几岁的小孩，小童男子撒了尿，拿那个煮鸡蛋。东阳人说吃那个，不长痱子呀，不中暑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有这讲究，很小众。是他爸爸上横店玩去，把这个学会了。他吃这个回来煮，哎呀，给我煮，哪那么容易？不容易做吗？他爸爸住那胡同前后没这么多小孩儿。这童子尿不好找。对呀，老头最后劝自己，怎么劝啊？谁原来不是童子？有这么劝自个儿的吗？对吧？把我那几个老哥哥都请来吧。哎呦，连兄弟都不叫。那是啊，最年轻的97，你算吧。好家伙，坐轮椅的抬担架都来了，老童子们啊，好家伙，这7、8个爷爷，哎呦，给一桶来，大伙儿来受累吧，给来点吧，攒点呗1多礼拜凑了半桶，怎么那么长时间啊？我前列腺都有问题。哎呀呵，还都挺费劲，凑半桶，赶紧先过滤，还过滤什么呀？有结石啊！哎，先治病去好不好啊？煮完了，好家伙，大盆啊，半盆童子尿，哎呦，煮这鸡蛋，行，够吃得了。哎，老头儿端上来。哎，行，这是孝子，怎么显的？端着盆，
谁爱端这玩意啊，儿连汤带水，热酒红，啊？是还给老头包呢。是啊，孝顺吗？反正递给他就完了。老头开心啊。他倒爱吃。啊，行，谦儿，怎么着？你来个吃啊？喊我呀？谦儿吓坏了。对，我鸡蛋我可吃不了。对喽。我喝点汤儿吧。哎，对。宋宇老师的是吧？哎，谢谢。上次是谁呀、在底下送东西，非要拉个手，然后我那戒指就丢了啊！太狠了，这个。谢谢吧。来就来，还得买东西。是啊。这里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嗨，刚才是烧饼曹鹤阳，我的俩徒弟。对。看着后台的演员，我特别的感慨。怎么呢？真的，当年烧饼来的时候这么大一孩子，小孩呢，现如今都这么大了，没长，合着。以前坐这么高，现在坐着还这么高啊。那可不吗？他们都长大了，咱们都老了，是岁数不小了。就是，我已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了。你瞧，怎么就年近半百了呢？谦儿哥比我大4岁。啊，谦儿哥这是快73了吧？是吧？哎，这您年近半百，我比您大4岁，我73了，这都什么账啊？您这，哎呀，别想这岁数了，越想这岁数，心里越不是滋味儿。哦，就过得快。就是啊，我们认识那会儿都小孩儿。是我跟谦儿哥从小我们撒尿和泥儿的交情，这叫什么交情啊？老北京话啊，说这俩孩子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撒尿和泥儿，我们俩就是。怎么叫撒尿和泥儿？我撒尿，他和泥儿。哎哈，我太没干没净了，我这玩儿呗，也没什么可玩的呗。啊，就这么玩儿。比我们大几岁。哦，这是正经的，是我们跟前儿的一个老大哥。啊，我岁数大几岁嘛？一晃您都这岁数了啊，可不嘛，很真是年近半百。孩子们也都大了。哦，刚才后台看见我大儿子，郭麒麟。是。哎呀，我印象中他老是那个怀抱着孩子，现在长大了，这一晃的功夫。于老师的儿子也长大了，是，挺感慨。我记得前些年还俩小孩在一块玩呢。现在都大了，大小伙子。那回就是在这后台，郭麒麟跟他儿子，在后边玩，我坐那儿说话，一回头俩孩子聊天，没吓死我。聊什么呢？郭麒麟跟他儿子，咱俩打赌，哦，谁输了死爸爸。哎，不光您害怕，我也害怕这个。这说相声孩子他玩的东西他就是不一样，那是把我吓一跳，我赶紧说俩人，别胡说八道的，就别瞎说。哪有玩这还输了死爸爸啊？尤其是于思阳。哦，说他儿子叫于思阳。是，你有没有说打赌输了死生父的啊？是吧？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个，你跟人起什么哄啊？这里头就说这意思啊，好好玩，别闹。哦，长大了都是，包括我那小儿子也长大了啊。对，还有一个二的，家里有小儿子，马上快3岁了，多快呀！什么都会说。哦，在家里告诉他，听话。哦，不许说谎。哦，为什么不许说谎？你瞧，说谎长长鼻子。哦，匹诺曹，哎，那童话故事讲一个故事，木偶匹诺曹。哦，说谎长鼻子，是长鼻子就是说谎。哦，记住了。是。过2天带他上动物园，看见大象，好，他这头骂街。是啊，不要脸！哎呀，嗨，大象有什么不要脸的？小孩嘛，他觉得大长鼻子嘛。对，说谎了。特别感慨。跟谦儿哥合作好多年了，是几十年了。都说相声是艺术。什么叫艺术？哦，艺是艺，术是术。哦，这还不同的解释，这俩不能分开。您讲讲。有艺无术，有术无艺，都不能称为是艺术。哦，艺是演员的能耐，是本事；术是把能耐卖出去。哦，这还方法。哎，单有艺不成功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个东西好的都不行了。但是没有人理我。嗯，就仨人支持啊。哦，这东西叫诈骗。
啊，这就不是艺术。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为你花3毛钱一卖票，观众报警了，好不值。你这不叫艺术。嗯，说我这没有艺，单独我就是能卖，哦你也无外乎是个商人，哦，做生意非得搁在一块儿，它叫艺术。这有道理。能卖票未必是好演员，嗯，不能卖票肯定不是好演员。这东西对。今天什么日子嗯， ？2017年最后一天，这是跨年晚会嘛，就这个屋坐好几千人，都举着钱跟这儿听相声买票嘛。啊！而且今天跨年就得说到2018年去哦啊！你们跟家都说好了哈，啊，这说什么呀？明年回家说了哈哎，好，跟这儿坐1年合着。啊！尤其你看最后一排离咱得有1站地，嗯，嗨，也没有那么夸张，也花那么些钱坐到最后，你说，让人感慨。是吧？最后一排，我特别想问问你们，您说。是不是没有钱买头里的？哎嗨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怎么聊天呢？您这原谅我的单纯啊！啊，说相声最难的就是让人大伙儿开心，就是图个乐吗？尤其像我们，啊，我自己有一定位，怎么个定位啊？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闲散艺人，哎，就是艺人。不是人家那个大国营说相声的，哎，这大国营就体制内的嘛。不一样，啊，特别在乎每一位观众的感受。哦，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那是每一张票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是，所以台上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懈怠，哎，叫注意力集中。骗观众不行。嗯，过去那个老说相声的都跟街上说，那叫撂地呀。站在那儿头句话就是列位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哦，没钱的不要来了。哎，这嗨，太得罪人了，您这个哪儿有这样的？不是这么说，是吧？没钱的帮个人场。啊，没钱的帮个人场，对这个比花钱还重要。对，捧场嘛。现场好几千人，嗯，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思维是不一样的。那想法不同。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人都调整到一块儿去，哦，都一样了。让您能够接受并且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哦，怎么能把相声说好？嗯4个字儿叫，雅俗共赏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这4个字。雅要雅的那么俗，俗要俗的那么雅。您说这就辩证的关系了，单纯的雅和俗不科学。不好吗？那当然了，怎么咱们举一个例子啊，啊？一种表达方式。我跟谦儿哥我们是朋友，啊，本身就是朋友啊。哎，同门约朋，哦同志约友，哦朋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朋。哟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好朋友啊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；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穿风过屋，妻子不避，这才叫朋友。是，好家伙我当当当当，这一晚上5个钟头都这样说话，啊！打到天边，你也得承认郭德纲真雅。嗯但是饭可没了，啊，对，这谁都听不懂啊。谁听场节目累得跟种地似的，哎，这违背了艺术的规律。哦太雅不行，哦，这不行雅到极致不风流啊！哦，就不好玩了。无淤泥焉有荷花？这话有道理。但是太俗也不行，太俗怎么也不行啊。换个方法。我跟于老师朋友啊，是您说说吧。啊，俗啊啊怎么哎呀，我们俩是朋友。怎么好吧？你看，比如说我跟谦儿哥是好哥们儿、好朋友的话，啊，于老师吃屎，这我会觉得他很厉害。本身就是很厉害。啊，就是打比方嘛，哦如果我们是朋友，嗯于老师吃屎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啊，是。那要不是朋友呢？不是朋友，他吃，也挺厉害。哎，这嗨，不还是挺厉害的吗？反正你吃屎，我就觉得你很厉害。哎，这不用这么显摆厉害。这种话，可以说，哦不能老说。哦，总说不行哎，你看啊，这些年我说相声啊，啊。有人给我统计过，还是热心观众给我统计过，是就是对口的，我说了得有几百段，是，单口相声我一个人说的，按30分钟一段，我说了有2000多段我的妈呀！啊，什么都有。但你就看观众从哪个角度出发。是，喜欢你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郭德纲古今中外上上下下什么都知道。”嚯，恨你的就从这几千段里边摘出有几句话带屎尿屁的。
哦，就满处咬吃你，他不能听啊。哦，他那都是屎尿屁啊。呵，其实人跟人之间，张三给李四提意见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李四好，那是通过找你的瑕疵来表达我的能力。哦，所以说相声难就难在这儿了。老有挑刺儿的。你看这玩意儿，当然你说我站台上，哎呀，于老师媳妇儿如何，于老师他爸爸如何，你以为我那么开心？啊，你就是那么开心啊！你都让我看出来了。我从小学相声啊，7岁学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80年代末又唱了几年的戏。哦说相声的时候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哦，捧哏10年。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的演员。谁站这儿谁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，哦郭德纲他媳妇儿怎么着，啊，也说。节目需要，哦谁站在那儿谁拿这份钱。哦，你的工作就是这个，就跟唱戏似的。唱戏怎么了？这个老艺术家98了，唱小生的上了舞台，他演这个活儿也是个孙子。啊，对，没胡子吗？你不能说他98了，你们要尊重他呀。他挣的是孙子的钱呢，嗨，对吧？小孩唱戏6岁带一胡子上台，他演的是个爷爷，这叫老生。对不对啊？这就跟看电影似的。电影怎么样？看电影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哦，啊，看电视剧这一男一女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那是。话剧舞台当一枪那死在那儿，你知道是假的。怎么到我这儿都是真的呢？你瞧。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嗨，听不懂。这么些年来，其实是观众们支持咱们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是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除了相声之外，我们也干点别的。还干点什么？比如于老师养各种的宠物啊，那是爱好。养马是，养狗、养驴、养这养那个，喜欢这小宠物，有爱心啊。于老师喜欢动物，已经爱的不能再爱了，特别的喜欢，简直现在就是顿顿都得有。哎，这啊，我都给吃了似的。烧羊肉啊，这烧鸡、烤鸭们啊，爱吃。我这后厨感觉。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工作上离我们近的啊，第一是做节目，第二影视剧。哦，就拍戏。谦儿哥电影这2年成绩还不错，哎，倒是时不常拍的。跟吴京拍的那个啊，《战狼2》，哎，有这么一个，据说卖了50多个亿。哎，什么时候把钱给我转过来啊？啊，凭什么呀？哪儿就给您转过去？你不是代表德云社去参加的吗？嗨，没有那么回事啊，人家跟咱没关系。过去有这么句话，隔行不取利。哦，说相声就说相声，别拍戏。哦，隔行不取利，对，但其实也不准啊。是吗？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隔行取利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情啊。现在就取隔行的利，这个玩意儿，可能我这么说您听不明白。隔行取利，这叫跨界呀。比如铁匠啊，铁匠的专业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做一个手榴弹啊，这叫铁匠啊，这个。那大铁壳不是铁的吗？啊，嗨，这铁匠，做这个，木匠，哦，木匠的专业是给手榴弹配个把儿，这俩倒军火去了，这俩。铁匠不能干木匠的活儿，哦，这得把儿得留给人家。那是，隔行不取利，各干各的。但现在隔行很多人都在取利，是这样吗？我有一朋友，原来卖糖的，哦，吃的糖，红糖、白糖，哦，蜂蜜糖、牛奶糖，没有他不卖的糖啊，那也行啊。后来卖胰岛素，哎，缺了得了，这位，哪儿就给人喂成糖尿病了，然后他卖药去，隔行取利啊，转行，这不挺好吗？啊，我这些年来在电影界名声很好，哦，这落下好名声，大伙儿都支持我，是吧？谢谢谢。好的评价，那错不了啊。怎么说？都夸我。郭德纲专门拍烂片儿，哎，就这么个好评啊！我想你们都听到过这个话啊。其实也挺冤的。哦，冤枉？您觉得？那当然。首先啊，我了解我自己。哦，
我在相声的舞台上，得到的东西太多了，祖师爷恩典赏饭给了我莫大的荣耀，是，一个人就1碗饭，所以说我不可能在其他的行业还如何，不科学。哦，我演一什么在电影屏幕上，你们看，你们也会出戏的。这还有出戏吗？我演一皇上，哦，我演一什么这个，演一那个，你一看我说相声的郭德纲，啊，就看出来了我再怎么认真演戏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啊，就看你了。那当然了，去年有一个动画片，摇滚藏獒，我给人配音去，哦，观众都出戏了。光听声音就出戏了。哎，动画片你们都出戏，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嗨，听我的声音出戏啊所以我知道我这辈子拿不了影帝，嗨，拿下几个影后来还行。哎嗨，您这也是野心。人要有自知之明是啊。啊！有人说了，哎，你看人家说相声张三李四演电影多成功啊，哦那你回头看看他说那个相声，哦，这玩意儿老天爷是公平的，是。说相声也好，演戏也好，只有谦儿哥一个人，哎嗨，您太过奖了。你就承认，真的我什么我就承认啊？哪儿啊？我希望你就永远这样好，我谢谢您。相声也好，电影也好。哎呀，你要真有个3长2短，你那一家人都得我管。说实在，什么我就3长2短，是希望刚还挺好的呢。希望你好。啊，所以说，影视圈朋友们多呀，一找我，郭德纲你来帮忙吧，我准去。哦，愿意帮忙。你也不嫌我烂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我自己没打算成为影帝。哦，你叫帮忙就去呗。是，这些年来，几乎我去参演的电影，没有一部我看过剧本。都没看过剧本儿。你给人帮忙去，你找人要什么剧本？哦他也不给你看。哦，不给瞧。你郭德纲去了，人家能够宣传的时候喊一句，我们这戏还有郭德纲呢，甭管真真假假吧，他能喊一喊，让人家多卖几张票，这是咱们交朋友的本分。是，就跟去年似的，我之前一直做一个综艺节目叫《欢乐喜剧人》，啊，这都知道。后来也不怎么，他们这非要拍电影，哦，欢乐喜剧人。制作方找我，帮个忙吧。哦，您在这个节目里边是符号，您要不来，这电影不成立。哦，我就去了2天。哦，就2天。哎呀，这个戏烂的都不行了。哦，真烂。这是我都没看明白，真的。哦，我到今儿也没看过剧本，我不知道他说是什么。反正铺天盖地啊。哦，郭德纲又拍烂片儿，说你拍，只要有郭德纲出现，电影里就是烂片儿。我想了又想，建国大业也有我呀。哎，嚯！别胡说八道啊！你这找事讲理啊！啊，就别讲。你不能说有我就是烂片儿啊！啊！那《欢乐喜剧人》里边还有那个英国那憨豆呢。啊，对。国际效应，你怎么不说因为他才导致烂片呢？啊，英国说呢。对，这个很正常。说相声这一张票里边有一半是你的能耐钱，有一半是挨骂的钱。哦，还有挨骂的钱。拍戏也是如此。早晨4点化上妆，给你拉到现场，等到晚上12点才拍你。哦，你挣的钱有一半是你后场的钱。你瞧，我们还什么钱都挣。那是，既落江湖内，便是薄命人。哎，行业就这样。你摆的这个行业，你的任务就是被人家品头论足。而且人们习惯于给别人贴个标签儿。哦，郭德纲是个胖子，贴上郭德纲一定得是个胖子。哦，有一天我瘦的110斤，郭德纲是胖子。也是胖子。于老师爱烫头，于老师剃光了也是爱烫头。哎，因为你必须要照我写的标签活着。哎，对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，那是你的不对。他这么觉得是你，你说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其实对影视剧来说，我是这么一个态度。哦，但今年呢，我终于自己做了一个电影。哦，叫《祖宗19代》，这就是我们这名字。那1万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拍戏？阿猫阿狗都能拍电影，是，我说那是人不是人的还都说相声的呢。哎，这也对，对不对？许你们霍霍我这个行业，就不许我跟你们一块玩一会儿吗？是吧？关键是好几个哥们儿跟我聊天儿，他们也是，为什么你的戏都是烂片儿？我也挺客气啊。您说，滚！哎，嗨，
这就算客气了是吗？我说外人不懂，你们自己还装糊涂吗？是吧？啊哪个烂片跟我有关系啊？他们说，你看你啊，做节目说书，一个人讲故事，这你上网搜搜去吧哈，成千上万的人听你一人说故事，怎么拍个电影就讲不明白呢？是，我说可以试试，我只不过之前他不是我弄的呀，你们就非得说是我弄的，怎么这么尊重我呢？啊，嗨，我说这回我来一个吧，自己掰一个，哎，所以今年上半年没干什么，净歇着了，下半年拍一电影叫《左宗19代》，是，这是我自己导的。我自己写的，哎，大年初一满世界上映，满世界上映啊！这个戏如果要是看完之后你们觉得不明白，故事也烂，讲不清楚，烂片儿，这个我真得承认。这接受了。哎呀，哎呵，来哥哥抱抱。哎呀，嗨，什么呀？就哥哥抱抱。人这好人这是啊，好人啊。那个有保安没有？把他弄到后台来，让他给我打个条，不要走了啊。这就定了，这个先把票钱交了。真狠，别听他的啊！不用交钱，有一种东西叫转账。哎嗨，还是钱呢，不好干。哎，哪行都不容易。实话实说，电影这个玩意儿，现接触之后才知道水也挺深。当然了，没有说相声水深。咱们这还水深。我们不光水深，我们还火热呢。啊。水深火热，当然电影那是另一回事儿你想想，抄起来人家都说多少个亿、十几个亿、几十个亿，可不吗？这么大的利润面前，无数的人在里边，你踢我，我弄你，各种技术手段，分一杯羹，其乐无穷。那也是挺好玩啊。我说我也别跟人家比，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野心。大年初一了，全家人，我这个戏好就好在哪儿呢？是唯一适合全家老小。大伙儿一块儿去看的。你比如说，你看一个武打片，大年初一，全家人看武打片，他这叮当一打，家里这几个老人都跟那哎呀嗨，吓死了！不，别说这话啊，但是咱们这个还合适，瞧个热闹啊。是，要是觉得不好，一定告诉我。是反正我也不改，你别憋出病来啊。记住了啊，改不了。大年初一，祖宗19代，到电影院门口提我。你说提我的名字啊？怎么样？然后有一个售票口还是买票去呢？那提您管什么用啊？提我有好处是吗？我们那个制作团队问我，您看人家这个每个戏一宣传就花好几个亿，咱不知道这钱都怎么花的。拍个戏要花1000万，宣传得花1.5亿，还讲理不讲理了啊？说您看咱们怎么宣传？我说我怎么宣传？我不干这个的，我不懂这玩意儿我说那就这样吧，怎么着？只要是买一张电影票，拿着祖宗19代票根明年是德云社演出，你到现场换一张商演的票。舍不得嫂子换不来郎。好，您往我这儿比划什么呀？您这主意怎么样，于老师啊？这不错。我们哥俩说实在话，关于电影的事探讨过好长时间。因为他在这个里边算是比我走在前边的。没有，早干几年。何止早干几年，在影视剧，于老师算是专业。我不敢当。你看，我最了解他，天底下没有比我更了解他的。是吗？打小一块长大。他在家独生子。是，他们家4个孩子我们家4个孩子，我独生子。那仨是闺女。独生儿子。儿子是一个。他有仨姐姐。是珍珍、莲莲、爱。好嘛，这唐僧一会儿进来了，你这。取经去了。珍珍、莲莲、爱，对儿子就是这么一个。打小我们在一块儿。是最有钱，说相声最有钱就他。怎么又提钱呢？我认识他那会儿，您想小时候，我们那个假装有钱的戴个大链子，金链子，大金链子。于老师戴翡翠。那时候我就戴翠，这么大块。哎呦，大翡翠，成色好。那个水头啊，你能感觉那水头荡漾了。什么叫荡漾啊？你再好的，你说冰种也好，玻璃种也甭管是什么吧，搁那儿它也是块石头。对呀，人家这个你能感觉得出来，这个水汪汪的。还真是出水啊！这么大，这绿的。后来我才看出来，什么翠啊？风油精。我说那水怎么要出来呢？盖儿掉了，合着是。那个帅呀！帅什么呀？就不招蚊子就完了呗。
有时候啊，对对，我本身我还知道啊，厉害呀，厉害什么呢？当年他比我们都强，啊，我们都混迹江湖，哦就是他那会儿在单位里上班，哦，我在体制内，在曲艺团有工资，是是是，那会儿一个月挣800块钱，那可不少了，我们都羡慕死了。是吗？演一出说一场相声，弄好了给50块钱，对人家这一个月800。 ，800，后来我一想，对他应该挣800。怎么就应该挣呢？有个成语就说了，人家应该挣800块钱，哪句成语说千儿800的。啊？这是说我，这是说我应该挣800块钱吗？而且这是成语吗？您这玩意儿啊，还千儿800的，你千儿800的，我也挣不了太多。那个年头可以了，啊，我们都跟着他。是吗？老大哥就怕他，怕我威风凛凛。啊？我们这小兄弟们在旁边就他。哦，哦，就这么放粪，别抹了，我再抹水头就没了。都得听我的话，啊啊，顺我者昌，哦，逆我者嫖。